年前，姐姐成年了，爸爸亲自动手给她整了一次容，整出来的姐姐很美，一张瓜子脸配杏仁眼，红唇高鼻梁，摸出来也很自然。爸爸总说这是他最好的作品，他隐忍着内心的欲望，想伸手去摸我姐姐的脸，又不舍得，生怕碰坏她。他用最温柔的口吻警告姐姐，不能让其他男人碰她，不然你知道的。悬疑小说千万，三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。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那时候只有满眼的羡慕，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会发抖，可能是兴奋过头吧。而在3天前，姐姐没有回过家，而爸爸在家一连待了好几天。他一页一页慢悠悠翻着报纸，丝毫不关心姐姐。爸爸，姐姐好几天没回家了。爸爸微抬起眼扫了我一眼，我下意识低头缩下脖子。爸爸说过不能和他对眼。姐姐不在，我很怕爸爸会生气。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，爸爸盖上了报纸。你姐姐找到有钱人和他走了，不用担心他了。姐姐是提过最近谈了的男朋友，他很喜欢，他还说他想和他永远在一起。他应该是和他走了，却一句话都没和我说，就这么抛下我了。一股烦闷的怒气直顶上来。姐姐她没说话还没说完，爸爸的眼神又瞟了过来。这下他有点生气了。我直直的挺着腰，微低着头不敢动。他也就没再生气，还走了过来揉了下我的头发。很快就到你了，不用羡慕你姐姐。爸爸是误会我在嫉妒姐姐，我只是无法接受他就这么离开我，把我一个人抛下。回到房间，我试着拨打姐姐的电话，电话里依旧重复着拨出对方已关机，始终联系不到姐姐。我气得将手机狠狠地砸在床上，我趴在床上难过的哭了出声。自从姐姐变漂亮后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她能去上学，认识了喜欢的人，爸爸还会带她去灵动别墅，那是妈妈生前住的地方。自从妈妈死后，怕触景伤情，爸爸从不让我们去。偶尔姐姐去完灵动别墅回来，我还会对她发火。我问她，爸爸为什么只带她去，不带我去？她却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，不断哆嗦着身体，摇着头，喊着让我不要去。外面汽车启动引擎声突然突突的响起，我迅速跑向窗边，爸爸又出去了。看着整块铁质大门在汽车出去后缓缓关闭，除了爸爸允许，姐姐和我是出不去的。我突然想起，姐姐开始没回来的前一个晚上，明明还搂着我睡的，第二天她就不见了。我以为她去上学了，晚上也就再没回来过。也许姐姐就没出去过。太阳快落山，灵动别墅的影子笼罩过来，心里莫名的咯噔了一下。鬼使神差地，我已经来到灵动别墅门口。反正爸爸不在，反正他说很快就到我了。我拽了几下门锁，还是没法开门。正当我放弃准备离开，一道身影从窗边一闪而过，我下意识地扭过头，没有人。转念一想，这个地方是不会有陌生人出现的。我再次转身，一阵咳嗤的声音从别墅里面传来，像咬东西的声音，我的头皮瞬间发麻起来。姐姐，是你吗？我屏住呼吸，侧过头斜着眼看了下那面窗户。下一秒，只见窗户那里映出来一张疲烂无好的脸，还有一双充斥着血色瞪大了的瞳孔，窒息感直顶头顶，整个人晕晕当当。脑海里闪起姐姐提到灵动别墅时脸上露出的恐惧，那是人还是鬼，亦或是怪物？我默默地转回身子，背对大门，慢慢地抬起右腿跨了出去，仅仅是一步。这时，咔顿咔顿的声音从我的背后传来，大门的门锁正在一点一点地转动。与此同时，别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咳嗤、咚咚，各种杂乱的声音，我判断不出那到底是什么。能肯定的是，别墅里面真的有可怕的东西，而且他准备要出来了。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狂跑离开，直到回到房间，扣上锁，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。还没喘过2口气，房门被咚咚咚的扣响，那张烂了皮的脸突然浮现在我面前。啊！滚开滚开！我惊恐到失声大叫。谁来救救我？姐姐你在哪？姐姐要是不在了，你要会保护自己。我立马找出手机，准备打电话报警。开门声却停了。可是爸爸，是爸爸回来了。我迅速打开门，搂了上去。1秒不到，爸爸身上的气息冷了下来，我立马松开了。可，你是不是去那里了？爸爸伸出手轻轻地揉着我的头顶，我身子止不住的打哆嗦。爸爸生气了。以前有姐姐在，姐姐总能哄好爸爸，但现在我要怎么办？我学着姐姐的姿态，低着头，用最卑微的音调和爸爸道歉。爸爸，对不起。头顶一声扑哧，爸爸笑了。可，爸爸不惩罚你，爸爸今天高兴，就奖励你吧。我知道奖励是什么，只是没想到爸爸出了一趟门，会这么快就想奖励我了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吧，早点睡，精神状态要好，手术出来的效果才好。爸爸拉着门把手准备关上反锁。关于灵动别墅的事，我还是忍不住问出口。爸爸，那边里面好像有可怕的东西。爸爸的眼神立马沉了下来，直盯着我，里面只有妈妈的东西，没有其他的。那爸爸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姐姐那样，能去那里看看妈妈的东西？很快了，晚上我不敢关灯，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张烂脸。爸爸说里面没东西，但是我眼睛又为什么会看到那样恐怖的东西？很怕，很怕。我缩在被子里，拼命地想着姐姐，又忍不住拿出手机再给姐姐打了一次电话。打过去还是关机状态，我用被子擦下眼角的泪水。没关系的，明天爸爸就会把我弄得和姐姐一样漂亮，我很快就能像姐姐一样，能出去外面去上学，也就能去找姐姐了。这时手机震了下，是我的便签提醒。我没用过这个功能，是什么时候编辑的？点开一看里面的内容，我震惊地捂住了嘴。可，不要去灵动别墅，谁都不要信。爱你的姐姐，记得删掉这个。姐姐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提前给我弄个这样的提醒？这像是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一样。姐姐是不是出事了？她到底在哪？咚咚咚咚咚咚，沉闷的敲墙声起伏不停。我被吵醒了，身体感到一阵凉意，怀里空空的，我的小熊哪去了？手机显示凌晨3点，外面还是黑的。我伸出手往床头的开灯按钮摸去，摸来摸去都摸不到。奇怪，每晚睡觉前我都会点个凝神香的，现在房间里却闻不到一点味道，我感到很不对劲。打开手机电筒，下一秒我感到紧张陌生，房间里的一切我都没见过。
我往窗边看了出去，对面的房子是我和姐姐住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在灵动别墅。我感到毛骨悚然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脑子里再次现出那条便签的内容，姐姐的提醒，千万不要去灵动别墅。周遭的黑暗，还有那张我极力克制不要想起的那张脸，对于未知的恐惧迫使我想赶紧逃离这里。我正要开房门时，令人恐惧的声音又传来，可哧可哧，它正在慢慢地靠近这里。来不及思考，我迅速打上了门锁，我的心跳急速地跳动着，那个声音就停在了门口。我靠在门边的墙壁，用尽力气支撑着。慢慢的，声音消失了，我颤抖着缓缓滑落，趴到了地上，一边微侧着手打了一点灯到门缝，门缝里一双撑大了的红色瞳孔一动不动地睁着。我吓得立马捂住了嘴，暗暗将手机的灯盖住，缩回到门边。我这才注意到房间内有个厕所，我迅速开门躲了进去，一股腐臭的血腥味直窜我肺里，胃立马泛起一阵恶心。下一秒，我看到了骇人的一幕，眼前的大浴缸里正浸泡着一具尸体，这具尸体的骨已经裸露出来，连带着皮正一点一点融化，整个浴缸都是血水。我身子站不住的往后踉跄了2步，啪嗒，不知踩到什么，一声脆响传来，我身子止不住的直打哆嗦，手机的光线颤动的打在了地上的东西，我这才看清那是个红色蝴蝶结发夹，这是姐姐的发夹。这个发夹是姐姐18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她的，也是姐姐第一次收到的生日礼物，她很喜欢，每晚睡觉也要带着。她现在却在这里出现，我大口大口的喘息着，心里不敢相信，这池里的尸体会是姐姐？姐姐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是谁杀了她？还有爸爸为什么说姐姐和别人走了？这时咳嗤声又再次传来，我吓得差点叫出声。姐姐叮嘱我不要来这里，难道是她杀了姐姐？我好怕，好怕她也杀了我。我正想打电话报警，手机却一点信号都没有，赶忙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下四周。厕所里有窗户，我顺着水管爬下了地面，脚突然一滑，整个人摔晕了过去。晕之前，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穿着黑色 T 恤，他就站在我面前，直盯着我，嘴角咧出一抹阴森的笑意，整张脸又闷又疼，已经被缠满了白色的绷带。爸爸，我疼！爸爸黑漆漆的眼珠子直勾勾地凝视着我，我下意识害怕了起来，小声试探着：“爸爸，怎么了？”爸爸僵硬的脸诡异地扯了下嘴角，他声音干哑：“过几天就不疼了。”爸爸也很期待。我松了口气，原来爸爸是在兴奋，我这件作品会不会比姐姐的好？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很重要的事，爸爸肯定知道的。我小声地开口：“爸爸，我在那边看到了一具尸体。”爸爸的手指关节扣着桌面，有节奏地响着，他的眼神落在凝神香上，声音冰冷道：“昨晚是不是忘记点香了？做梦了？”我愣了下，开始有点恍惚，怪不得我醒来会在那边，原来是做梦。也许是因为我太想姐姐了，才会做出这么荒唐的梦。我沉默地点了点头，声音发颤：“爸爸，对不起的这次逃不过了。”我捂着欲裂的头，不断地出声祈求：“爸爸，不要打我！爸爸只要不高兴，就会抽出身上最顺手的工具来鞭打我和姐姐。”可这次，爸爸只是摸上我的头发，他盯着我的眼睛，温柔道：“别怕，可可。”原来是真的，只要变得和姐姐一样，爸爸就会原谅我。我开始感到开心快乐，我很快就可以出去了，去找姐姐。这时，灵动别墅那边发出一声巨响，我和爸爸同时被惊吓到。我用力地抓着爸爸的手，激动地冲他叫：“爸爸，那边真的有怪物！我这次绝对不会听错的。”爸爸也被吓到了。可可，你听错了，又是我幻听，又是我精神出了问题，明明都一起听到的。我不顾脸上的疼痛，发了疯地冲下床。姐姐能去那边，我也能去。我现在就要看看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我已经快要疯了。爸爸一直在后面追着我，给我停下。可我听不清，脸上的绷带将我缠得紧紧的。可，愈发震耳的暴怒声也阻止不了我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灵动别墅的大门居然是敞开的。我提速冲了进去，直冲上2楼。准确的来说，是那个有着大浴缸的厕所。整栋房子里面很干净，没有任何阴森的感觉。啪嗒，厕所门被一把打开，整个浴缸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浴缸跟我见到是一样的。但是姐姐的红色蝴蝶结发夹呢？头好疼，好疼！恍惚间，我无力地闭上眼睛，站不住准备往后倒下去时，突然一双有力的大手搂住了我，排斥感顿时上来，我下意识地立马推开。陌生的面孔，但还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你是谁？男人面部线条干净利落，他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声音富含磁性：“你是乐乐的妹妹吗？我是你姐姐的男人，陈恒。”姐姐呢？我心里激动万分，冲陈恒喊道：“姐姐不是和你走了吗？”不等陈恒回应，爸爸出现了，他阴沉着脸，一脸的不悦。他拿出手机，按了3个数字：“擅闯民屋，有什么事和警察说。”不料陈恒无所畏惧：“我是来帮乐乐拿东西的。”是姐姐，他真的带走了姐姐。爸爸眉头紧皱，眼睛直盯着陈恒，可陈恒依旧拽得很，无论爸爸怎么盯着他，他都无所畏惧。为什么要这么挑衅爸爸？他到底要帮姐姐拿什么东西？我哆嗦着身体，害怕爸爸会随时动手将人赶出去，仅仅僵持了2秒，爸爸压着火气怒道：“拿完了赶紧走人。”我瞳孔震惊，心里觉得很是奇怪，为什么爸爸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了他？陈恒胜利似的挑了下眉，那双桃花眼还给我眨了2下。我的脸觉得更闷了，感受到爸爸逼压过来的气压，我迅速低下了头。但陈恒却嗤笑一声，他再次拽道：“赶不了，今晚我就在这里住一晚了。”他这什么话？他是要把姐姐扔下自己一个人吗？我怒气直顶，那姐姐一个人怎么办？为什么不把她一起带回来？我想动手赶她走，爸爸却扣住了我的手腕，他手上用了7分的力气，斥道：“可可，冷静点。”我怎么甩也甩不掉。我不明白，爸爸这么轻易就放弃掉姐姐，我才不会放弃姐姐。姐姐到底在哪？我要去找姐姐。突然，陈恒伸手摸了下我绑着绷带的脸，说道：“很快你也可以了。”我疼得嘶了一声，用力地拍掉他的手，
叔弟，他瞪大眼睛转向爸爸，笑道：“这个才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”爸爸面上毫无情绪波动，冷道：“拿完东西给我滚人！”不等我反应，爸爸拉着我离开了灵动别墅。那栋别墅是妈妈住的，爸爸以前从不让我和姐姐去，为什么现在又让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住一个晚上？我实在想不通，觉得这很蹊跷。可没我的允许，不准再去灵动别墅。没等我问为什么，爸爸突然看向我，眼里又是冰冷冷的情绪。不听话的话，你知道的。晚上，爸爸亲自看我睡下，也不忘点凝神香。凝神香效果很好，困意一下袭来，脸上也就没那么疼了。翻了个身，背部磕到了一个东西，拿出来那刻，冷汗从我背脊溢出，一下子清醒了过来。是姐姐的红色蝴蝶结发夹，我记起来了，昨晚我有把它带走的，后来不见了。我以为真是我做梦而已，原来我见到的一切都是真的。灵动别墅里有个大浴缸，大浴缸里面有具尸体。陈恒说姐姐和他在一起，那具尸体就不会是姐姐的。爸爸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人是爸爸杀的？还有，爸爸居然反常的允许陈恒待在灵动别墅，我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想到这，我摸着黑过去灵动别墅，半路走着，突然耳边传来一道声音：“可乖乖等姐姐，等姐姐处理好我们以后就不怕了。”环顾四周，并没有姐姐的影子，我心里隐隐犯怵。今天陈恒出现后，我的脑子开始频繁唤出姐姐的影子，尤其看到陈恒，他给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，甚至是本能的反感。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他？我立马甩掉了这个想法。爸爸没让其他人来过家里，我更不可能见到陌生人。但是爸爸现在就出现在灵动别墅门口，陈恒给他开的门。下一秒，两人有说有笑的一起进屋。我无比惊讶，爸爸是认识姐姐这个男朋友的，怪不得姐姐跟陈恒走了，他也无所谓。我又开始怀疑自己，别墅里那具尸体到底存不存在？但现在我只想见姐姐一面，我真的很想她。我凑到窗边，试图听听陈恒有没有提到姐姐。里面传来谈笑声，隐约听到陈恒的声音，什么时候可以交货？我不明所以，只听到爸爸回了2个字：很快。接下来，爸爸冷冷的声音充满斥责：“你不该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把他吓到了。”陈恒先是笑出声，心疼了，这样只会刺激他，对你和我没有好处。爸爸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指的他是谁？我打了个寒战，开始觉得爸爸有点陌生。我努力消化着他们的对话。本来那具尸体在泡上了几天就会完全消失，谁知这妞会突然梦游，还发现了那具尸体，我又得再来处理一次。陈恒一字一句的说着，声音透着可惜。我感到我的身体血液瞬间被凝固，所以这里真的有具尸体，而且和爸爸还有陈恒有关系。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和陈恒一起杀人。我更关心的是姐姐现在在哪？她跟着陈恒很危险的。可惜啊，乐乐好歹是你女朋友，要不是她突然发什么疯要报警把我们捅出去，我们也不至于要杀了她。陈恒的话给我的心脏来了一记剧烈的冲击。他们把姐姐杀了。还有陈恒为什么说姐姐是爸爸的女朋友？我浑身战栗，克制不住的踮起脚尖，想看看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爸爸。那走路的姿势就是我天天见到的爸爸。我感到无比痛苦，泪水止不住的涌了出来。下一瞬，爸爸从身上掏出一把手术刀，快准狠地割了陈恒的喉咙。他阴沉着脸说道：“他是我的，现在你消失才是最好的。”我震惊到几乎喘不出气。我想起来了，他不是爸爸，是姐姐的男朋友许和。我只记得半年前爸爸给姐姐整容后，没过多久，姐姐就带回来了一个男朋友见爸爸。那天姐姐又被爸爸打了，打得很凶。到了晚上，姐姐留下这么勾话给我：“可乖乖等姐姐，等姐姐处理好我们以后就不怕了。”之后我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把许和当成了爸爸，还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待在我和姐姐身边。但能确定的是，他是一个杀人犯，他杀了姐姐，还有杀了陈恒。我会不会是下一个？我不再思考，拿出手机准备报警。结果连别墅外面手机也没有信号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之前只有灵动别墅里面才没有信号，我还试过打电话给姐姐的。我正准备回去试试住的那栋别墅有没有信号，突然拖拽着陈恒脚的许和看向我这边，我骇然万分，立马蹲下。下一秒，屋内继续传来拖拉的声音，还好他没发现我。回到屋内，我拼命地试着打出电话，还是不行。砰砰砰，房间门突然响起敲门声，可开门。许和如鬼魅般声音传来，他怎么回来的那么快？我犹如一条小鱼，在他手上随时被拿捏着活路。我得想办法。我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爬上了床，努力装睡。这个家独占一山腰，我从未出去过，而且现在这里的一切被许和掌控着。我得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如果被他发现，我逃不掉。吱嘎，门被打开了，扣的脚步声夹带着我的心跳声，我感到呼吸不畅。庆幸的是，我脸上缠了绷带，不容易被看出异样。但那道留在我脸上的目光十分灼热。下一秒，一只手指落在我的脸上，一寸一寸地滑下，我浑身瞬间起了一大片鸡皮疙瘩，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冷战，动了下。周围的气压瞬间低下，他快发现了。爸爸可好困，我微醺着眼，心里却紧张万分。许和面上毫无任何其他情绪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可喝个牛奶，喝完睡得舒服点。许和直接托起了我，手上递过来一杯牛奶，他盯着我把它喝完。我特别想吐出来，但忍住了。喝完，他轻轻地把我放回了床上。许和嘴角微勾，笑容无比阴森。可要乖乖的哦。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，凝神香还在燃着。被子下的右手，我用力地掐着大腿，我不能睡过去。不一会，房门咔的一声关上，我迅速起身，使劲抠起了喉咙，泪水从眼角渗出，我无声地继续抠着，终于把它全吐出来了。我知道牛奶有问题，这半年来每晚都是姐姐喂我喝的，她却不喝。我还以为姐姐是不喜欢喝牛奶，许和应该发现了我才会来逼我喝下它。至于没戳穿我，像陈恒说的，他还在等着拿我交货。我该怎么办？继续等死吗？就在我思索无路时，突然想到姐姐给我留的便签，
手机里其他提醒什么都没有，姐姐都能预感到自己有可能会被杀害，难道是对自己男朋友还抱有希望吗？突然，我看到门底下有人影晃动，我迅速躺回床上，慢慢的，整个人睡沉过去，全身凉意袭来，竟然又闻不到凝神香的味道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疼得坐起身，我怎么又会在这里？接着，我抽回手，冷不及防碰到了一只冰冷的手。我打开了手机，抖着手将灯光打到我旁边的床位上。陈恒脖子上全是流干的血渍，眼睛瞪大了的看着我。我吓得手一哆嗦，把手机摔了出去。我想下床捡，这时一只大手从暗处伸了出来，捡起了我的手机。啊！滚开滚开！我崩溃大喊。紧接着，我落入一个温暖紧实的怀抱里。我闻到熟悉的古龙香水味混着消毒水味，是许和。他贴近我耳边，轻柔地说道：“不怕不怕，爸爸在。”我带着哭腔问他：“爸爸，他为什么会死了？”对于一具尸体突然出现在身边，正常人是不可能没反应的。许和没有说话，只是一直用手给我轻拍着背。但我心里很怕许和突然往我脖子上来一刀。我手上有的工具只有手机。见我冷静下来，他终于开口：“是我杀的。”我感到错愕，为什么他就这么承认他杀人了？微暗中，许和捧起了我的脸，眼光灼热，因为他已经带走了你姐姐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我哭得泪流满面，心里却充满疑虑，不是你把姐姐给他的吗？是他强行把乐乐带走的。许和面露悲伤，用极小的声音：“他害了你姐姐，我要亲自为你姐姐报仇。他和姐姐是情侣，他要为姐姐报仇，也说得通了。”许和是爸爸的徒弟，我想起来，半年前姐姐是将他带回来见爸爸，姐姐以为这样爸爸就会同意他们在一起，放他走。爸爸是要一辈子将我们捆在身边的呀。所以那天爸爸打姐姐打得很凶，皮带啪啪的抽得直响。我想求爸爸，但姐姐推开了我。后来晚上，姐姐就和我说：“可可，乖乖等姐姐，等姐姐处理好我们以后就不怕了。”紧接着，一个血腥的画面随之带出。半年前，许和也是用一把手术刀直接割了爸爸的喉咙。姐姐让我待在房间里，但我还是偷摸过去看了。后来我被刺激的晕了过去，也精神混乱了起来。想想这半年来，他确实对我和姐姐都很好。我开始相信许和说的了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这个地方死太多人了，迟早会被警察查到这里来。他沉默良久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们把他的尸体处理掉，然后我带你离开吧。脸也换了，以后谁也不认识我们。”原来他给我整容是已经想到了这步。许和松开了我，然后去开灯。我看到他手上已经戴好了白色手套。见我疑惑，他解释了下，戴着好处理，不容易弄脏自己。说着，他将陈恒从床上抱了起来，放在地上，还是拖进了那个厕所。突然，一声刺耳的金属声打断了他的动作。我和他齐齐看向了地面，是他用来杀人的手术刀。一想到他杀人的画面，我还是害怕地后退了2步。不要怕，可可，帮我捡起来吧。许和转过身，继续拽着尸体进厕所，完全不在乎掉出来的那把东西。这可是杀人的凶器呀！我按着狂跳的心脏将它捡了起来，眼睛瞟着厕所里面那个背影，他熟练地将尸体四肢放平。陈恒的眼睛始终瞪着，死不瞑目的样子。恶心感涌了上来，我的手撑在门框上，一阵干呕，背后冒出逆汗。可可，你还撑得住吗？许和脱下了手套，走了过来，用手顺着我的后背。他心疼道：“可以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我下意识询问：“就这么放着不处理吗？你觉得还要怎么处理呢？”许和的脸瞬间变得阴森，心惊了下，我立马摇摇头，没有，身体却很诚实的慢慢往后退。真的不知道吗？可可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许和一步步逼近我，眼神渐渐发狠。我的背抵在门边，举起手术刀对着他吼道：“你别过来！”可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皱起的眉眼透出受伤的情绪，我冷冷出声：“你不要装了，许和，不是陈恒杀了姐姐，真正杀人的是你。”他死死地盯着我，你果然是装的。他不再装，脸上的温柔褪去，还露出了一抹极致的阴笑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动手的是我？陈恒都说了是他处理的尸体，你该认为是他的。我咬着牙，切着齿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那晚姐姐很早逼我喝下牛奶，他很凶，越来越像爸爸。我心里委屈，趁他不注意把牛奶都倒了。没等我入睡，他就起身出了门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跟了上去，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。我没想到姐姐又去灵动别墅，还有爸爸也在，我很妒忌。再然后，我听到姐姐说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快点离开，放过我和可可。原来半年前许和杀了爸爸后，就替代了爸爸的身份操刀整容。他把那些女的整容好了后禁锢起来，然后就联系人出高价进行交易。姐姐以为许和是真的爱他，他为了他把爸爸杀了，所以他也要帮他，让他一直待在我们身边隐藏身份。却不曾想，许和把那些女人都囚禁在妈妈的别墅里，没有爸爸的管束，姐姐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，也没有发现许和的不对劲。直到晚上，我和他偶尔会听到灵动别墅发来奇奇怪怪的声音。姐姐发现后直接报了警，她心里还是觉得许和是爱她的，狠不下心让他赶紧走。但是他呀，想都不想，直接一刀割破了姐姐的喉咙，还让陈恒把尸体处理掉。陈恒问他要不要把可可也处理掉，他回了一句：“他呀，得帮我应付警察，还有他也是个货呀。”我处在他们的监控下，战战兢兢，妄想徒步离开，更加只会加速死亡。我在等一个机会，能同时弄死2个人的机会，所以那个东西是你故意放的，诱导我杀了陈恒。许和如鹰般的眼神看着我，我抬起头笑了，是啊，不这样做我怎么有活路？梦游，姐姐的红色发夹都是假的。我从水管摔下那刻，故意让他看到我从灵动别墅带出的姐姐红色发夹。他首先想到的是陈恒为什么会这么粗心掉下它，那个发夹是他送的，如果警察突然来，势必会把他当成凶手。于是他起了杀心。我慢慢的解下了自己的绷带，你压根就没给我做手术，你告诉陈恒，我很快可以交货了，把他骗回来，然后把他杀了。啪啪啪，许和拍起了手掌，欣赏道：“你比你姐姐聪明多了，但是那又怎样？一把手术刀就把你试出来了，你还真以为区区一把小刀能把我弄死吗？”说着，他笑得越来越大声，眼神也愈发发狠，犹如来自地狱的修罗。
他又戴上了白色手套。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等你死了，我会把你和陈恒放在一起，再慢慢一点一点融化掉。你为什么不要像你姐姐那样乖乖的呢？说不定我会留你留久点。我笑了，我可不是姐姐，可不傻呢。许和的手顿了下，我脸上并没有出现他想看到的恐惧，见我也没有逃跑的意思，明明门就在我身后。他盯着我手里的手术刀，除了这个，我没有其他的武器。就一把，笑到一半，他整个人开始晃晃晕晕的。他拼命地甩着头，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你做了什么？见他快倒下，我耸了耸肩。我在陈恒的尸体下了迷药呀。那迷药还是你当初给姐姐拿来迷倒爸爸的。我缠着绷带，在下药那刻我就屏住了呼吸，所以迷药对我没什么影响。解除信号屏蔽器后，我迅速报了警。不一会，警车鸣笛声响起。我将我刚录下的许和承认杀人的录音证据交给了警方，他们将我一起带离了这里，也封锁了这里。而我将要到人群里开始学会自己生活。我也终于感受到人本善，迎接光明，向着阳光而活，摆脱黑暗。